1962年3月，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政变在缅甸发生，时任缅甸总理吴努被彻底推翻，奈温掌权上位，正式建立军政府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缅甸华人的噩梦也就此降临。大幕缓缓拉开，一段缅甸华人的经济血泪史缓缓浮出水面。翻阅史书，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可谓密切，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22年。西汉时，中国与缅甸之间有一条特殊的通道，承载着贸易功能。直到元朝末期，这条通道都畅行无阻，将两国经济紧密相连。除了陆地上的渠道外，中缅之间还有海上航道，从广东口岸出发，经过伊洛瓦底江就能到达缅甸。清朝清缅贸易飙升至巅峰，进入近代后，更是有一批中国人移居缅甸，成为了缅甸华人。在缅甸的经济发展过程里，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能量不容小觑。可实际上，缅甸华人在当地的日子并不好过，而这一切与英国人息息相关。众所周知，印度在近代是英国的殖民地，也是英国控制东南亚经济的最好工具，弱小的缅甸自然也无法幸免。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英国将印度人作为傀儡，全面控制了缅甸的农业、商业与对外贸易，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攥在手里。以工业为例，二战前，缅甸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在英国人的掌控之中。缅甸的外国资本里有90%以上都是英国资本，英国用数家大企业成为了缅甸工业实际的掌舵者。更夸张的是，缅甸甚至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，还需要借助印度的储备银行来调整国内经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土生土长的缅甸人的日子尚且不好过，华人更无需多言。这一时期的华人经济十分虚弱，华人只能扮演掮客的角色，跟着混口饭吃。他们游走在社会的每个角落，以低价买入大米、木材、矿产与土地，再利用信息差倒卖给英国的大商行。有时这种交易也会逆向而行，华人从英国商行得到货物再卖给本地人。实际上，这种倒卖活动的利润相当有限，高利润的经济活动基本上轮不到华人，会被印度人与英国人抢走。若是想要做更大的生意，必须得到英国人的首肯。比如缅甸战前的大多数华人米厂都与英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木材厂也是一样。尽管如此，华人在缅甸的经济活动还是受到了诸多限制。据统计，1941年之前，仰光只有33家由华人运营的工业企业，影响力极其微弱。直到一场战争的来临，改变了这种状况。二战炮火轰鸣，但在绝境之中，缅甸华人竟然找到了一丝经济上的生机。对抗法西斯的需要令中缅关系空前团结，因此缅甸华人的地位获得了显著提升，经济上也迎来了转机。最重要的是，英国与印度在战争的影响下慢慢撤出了缅甸，大量的印度人回到祖国避难，给了华人喘息的机会。他们当机立断，从工业转向商业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。印度人的离开也令缅甸经济中出现了空缺位置，勤劳勇敢的华人立刻顶上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。其中零售业的改变尤为明显，一时之间，华人杂货店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头。不仅如此，建筑业与石油业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华人的身影。华人凭借着自己的双手，硬生生地在极端的经营环境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收获了应有的回报。战争结束之初，缅甸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，但在这一过渡时期，华人的经济表现同样不俗。英国政府深知殖民主义大势已去，迫于无奈，只能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还给了缅甸，及时调整政策。然而，单靠缅甸人无法完成战后的经济修复工作，他们必须与华人联手，打造一片新天地。于是，华人开始介入缅甸经济的核心部分。到1947年时，华人资本的工厂企业 60% 已经恢复，位列外资中的第一位。英国资本与印度资本同步减少，在某些领域，华人甚至已经逐步占领了主导权。比如，华人所经营的碾米厂数量超过印度人，工厂内的总人数也位列前茅。本质上，这是一段相互成就的关系。华人赚到了钱，缅甸获得了发展。若没有无数华人的辛勤努力，缅甸经济的恢复速度必定大打折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1963年新政府的上台，让往昔种种努力沦为泡影，缅甸华人的经济血泪史才真正的开始。与吴努政府不同，奈温所领导的统治集团是标准的军政府，以军人为核心，手段更加简单粗暴，排外性极强。在军政府掌权的26年时间里，缅甸闭关自守，华人经济的损失尤为惨重。在明面上，奈温高举中缅友好的大旗，背地里却想尽种种办法遏制缅甸的华人经济发展，强制国有化是奈温最核心的经济手段。1964年，军政府宣布要将重要的工业企业收归国有。据统计，约有700多家华人企业受到影响。一夜之间，多年努力付之东流。
最重要的是，由于华人在缅甸经济中的重要地位，国有化政策几乎是赤裸裸的针对，令华人百口莫辩。不止大公司，军政府连小商店与经营摊位也没有放过，统统一刀切，收归国家，造成了缅甸华人经济的巨大震荡。除了经济措施外，军政府还推行了配套的文化与政治措施，严重挤压了华人的生存空间。就政治层面来说，加速规划、强制更改国籍成为了当时的常态。80年代，军政府颁布了缅甸公民法，法律明确规定，只有本人与父母都为缅甸籍才能进入高等学校，学习特定的专业。受此类政策影响，90%以上的华人都被迫归化，华人经济也就沦为了缅甸经济的垫脚石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归化只是幌子，加入缅甸籍的华人大多无法得到公平对待，依旧饱受排外之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继续发展华人经济，成为了天方夜谭。文化领域更是军政府稽查的重点，许多成熟的华文报刊被勒令停刊，曾经兴盛的华文学校也被收归国有，被迫全面更改教学内容。缅甸将算盘打得响亮，就是要从文化上彻底断绝华人的血脉，而文化与政治上的干预，最终都将体现在经济层面。在军政府统治时期，缅甸的排华运动更是愈演愈烈，一系列恶性事件发生，中国援助缅甸的专家惨遭波及，前后共有40多名爱国华侨被杀害。经济上的矛盾已经上升到社会层面，不断的恶化与渗透持续升级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强力打压措施是奈温的决策失误。历史的事实也给出了最终答案，奈温打压华人经济，相当于自断缅甸的经济命脉。华人经济在缅甸整体经济布局中的能量不容小觑，一旦动荡，势必会引发滔天海啸。与此同时，民族矛盾的深化也压根不利于生产力发展，人民生活难以维系。同样是大米，在华人经济发展大好时，缅甸大米远销海内外，是一张动人的名片。然而，华人经济遭受重创后，缅甸大米连供应国内需求都无法保证，物价更是一度飙升到了惊人的400%，造成了严重骚乱。很快，缅甸国内抗议声四起。1988年，奈温无奈辞职。奈温离开政坛后，缅甸的政策才真正走向宽松与包容，华人经济逐渐复苏。尽管如此，缅甸曾对华人造成的伤害依旧如同伤疤一般留存在历史的长河中。那些曾依靠双手奋斗的华人，失去过一切，却依旧不曾放弃，直到重新拥有。现如今，缅甸的华人经济也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新的注解，相信在未来会带来更多惊喜。